老公从小道消息得知家里要拆迁，她和婆婆欣喜若狂，以为马上能报复，带着小三甩给我一张离婚协议。我不仅笑着签完字，还鼓励她大肆消费。她也觉得自己不差钱，给小三买包，给网红刷礼物，一夜花光了全部积蓄。我拍手叫好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拆迁的名字搞错了，要拆的是我娘家呀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宋哥哥，我和嫂子谁叫的好听？当然是你了，小妖精，肚子里有货都这么浪。听着门内传来的娇笑声，我放在门把上的手瞬间停滞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宋建国，我结婚5年的老公，竟然趁我出门买菜的功夫把小三带回家，还睡在我们的婚床上。他就这么急不可耐吗？我一脚踹开门，尖叫着把手上的菜篮狠狠砸向狗男女。宋建国，你是不是男人？小三带到家里来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宋建国手快地拿起枕头挡在小三肚子前，不屑地看了我一眼。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狗男人不仅在我的婚床上偷人，人家肚里还有小的。我抢过枕头，不停地向两人扑打，2行眼泪顺着脸庞滑下。小三柔弱地往宋建国怀里躲去。宋建仁不耐地随手举起床边的水杯，就往我脚边砸来。砰！陶瓷在我脚边炸成碎片，将我的理智拉回。柳清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生不出孩子还要我宠着你让着你？你当自己是哪国的公主？闲着没事做去把晚饭做了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宋建国在家偷人，我还得给他和小三做饭，下一次他们做我是不是还得地套？小三明晃晃地朝我露出挑衅的笑容，好像在嘲笑我连个男人的心都管不住。客厅传来开门声，婆婆跳完广场舞回来，我赶忙拉过婆婆，无助道：妈，你看宋建国。婆婆边擦汗边瞥了一眼，司空见惯似的。以我儿子的条件，在古代那是3房4房都有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小三甜甜地喊了声妈，婆婆喜笑颜开，瞧俩人熟络的样子，合着把小三蒙在被子里，把我蒙在鼓里。我气得将桌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。这个家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砰的一声摔门而去，门后传来宋建国不屑的声音：放心吧，出不了3天就得回来。当晚我在酒店过了夜，手机静悄悄的没有消息，真可笑，我竟然还对他抱有期待。第2天我刚下楼，拐角处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转身藏在柱子后，我就是故意把人带回去的。宋哥我呀，家里马上就拆了，我可没那么蠢，把钱分给他，他早点走我才能抱得美人归呀。我拳头不自觉捏紧，探出头一看，果然是我那白眼狼老公，怀里还坐了个穿着暴露的女人，两人堂而皇之的就在酒店大厅黏糊起来，还真是想效仿皇帝开后宫，昨天一个，今天一个，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。还有什么拆迁？宋建国的声音再次传来，等拆迁款到了，我想要什么没有，还需要整天看那黄脸婆的脸色吗？结婚没几年，老得跟我妈似的。我掏出手机想打给居委会确认，突然收到消息：亲爱的柳清平女士您好，您于天安路37-88的住所即日拆迁，请您尽快搬离，拆迁款将于12月到账。这个住址不是我娘家吗？我顿时喜上眉梢。我爸的名字和宋建国的是谐音，看来这蠢东西是以为自己的好日子要到了。这一次我倒要看看
宋建国会干出什么名堂来？我心下大定，不顾两人当众调情，抢先一步回到宋家。一进门，婆婆正端着补汤伺候小三喝。她见我来了，眼神都不屑给我一个。有些人啊，在我们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，一点小事就敢给我甩脸色。我们建国可不受这个气。他扬起下巴示意我。我走上前，拿起桌上那张纸，离婚协议。好家伙，还想要我净身出户。我这么多年是没有上班，可我是因为谁？宋建国一心要我在家里打理家庭，照顾婆婆。他夸赞我手巧做的饭好吃，夸赞我心细，能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。我不去上班是他求我的。现在我倒成吸血虫了，况且我的嫁妆全都拿来补贴家用，就宋建国赚的那点仨瓜俩枣，够这一大家子挥霍的吗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接将离婚协议摔到婆婆脸上。要净身出户，也该是他宋建国。小三耀武扬威的一下下轻抚着压根看不见弧度的肚子，婆婆噔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指尖直对我眼前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嫁进我们宋家这么多年，连个孙儿都生不出来，你个毒妇可别拦着别人给我宋家留后。我真要笑出声了。原来这一家子都以为生不出的是我吗？看着小三的肚皮，我还是别说出来了。这出好戏现在揭穿不是太没意思。婆婆不耐地坐下给小三喂汤喝，赶紧签了吧，要传出去你不能生，看以后谁敢要你。她的眼神在我肚皮处来回横扫，讥笑道：女人的肚子不能生，和废人有什么区别？看着婆婆将都不再散发热气的汤来回吹个千百遍，小心翼翼地送进小三的嘴里，我就越发觉得自己可笑。婆婆早些年得病卧床，连厕所都没办法起来上。宋建国天天借口应酬加班，逃避伺候婆婆。我一个人从早照顾到晚，把屎把尿，端茶喂饭。夜里为了婆婆起夜方便，我甚至在她屋里打地铺睡了2个多月，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冬天。现在只要天气凉些，或者我站得久些，腰上都会传来刺骨的痛意。我让宋建国给我后腰贴膏药时，他的话我还倒背如流。这么点小问题你都鬼喊鬼叫，谁逼你干了？我当时想着，虽然宋建国有时不行，但至少婆婆待我还不错。可后来我哥阑尾住院时，婆婆3天2头装病，也不肯照顾我。电话里前一秒还中气十足搓麻将，下一秒听见我说想上厕所时，立马哎呦哎呦的叫唤开，恨不得直接一口气绝过去似的，还直说我娇气。宋建国也不肯给我叫护工，就让我生生受着。怎么现在伺候别人就哈巴狗一样，腰不疼腿不酸了？我平静地将地上的离婚协议捡起，签上了我的大名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宋建国，你可别后悔。我收拾好行李，前婆婆林美娜警惕地将我只有20寸的箱子敞开，反复检查我有没有带走宋家的一针一线。我冷眼看着她的动作，只觉得可笑。这个家从里到外，大到家具，小到她宋建国母子身上的内衣裤，都是我掏的嫁妆钱。我就算把他俩赶出去都不过分。离开前，林美娜得意洋洋站在门口放鞭炮，晦气离家去，好运进门来。嫁进这家人简直是我的案底。我在酒店先暂时安置下来，思考怎么和家里沟通我一声不吭离婚了的事实。好友的消息不断弹进来，你跟宋建国怎么回事？你快看他朋友圈啊！我点开一看，好家伙，入目是宋建国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搂着小鸟依人的小三，
小三还捧着压根看不出显怀的肚子，一脸真爱降临的满足，庆祝摆脱黄脸婆的第一天。某些人等我暴富成有钱人，可别爬回家求我收留。底下他那一堆狐朋狗友跟风评论：哇，你终于解脱了。我就说还是交交好吧，胸大屁股翘。那黄脸婆每次见我都甩脸色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离得好，恭喜宋哥迎来人生巅峰啊！原来这群人都知道小三的存在，一口一个嫂子，叫得我团团转。不过宋建国也就差没把傻子俩字贴脸上了。这些男人每次来都怂恿宋建国投资，一投一个赔，他就差没把我嫁妆拿出来投了，我能有好脸色才怪。我勾唇一笑，在底下评论：哟，宋哥要发达了，怎么浑身还是个货呢？这女孩也是可惜了，跟了个穷鬼，连个包都不给他买。宋建国估计在享受评论区对他的吹捧，突然冒出我这个言论，立马电话弹过来，带着满腔怒意破口大骂：柳青萍，你算老几，对我指手画脚？要不是我可怜你，给你一口饭吃，你能过上什么好日子？那头还在骂骂咧咧，我却失了耐心，反手就挂断。从前的我能和宋建国煲电话粥，一天都舍不得挂，如今我却觉得他聒噪得很。本想过几天清闲日子，宋建国却不放过我。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暂住的地方。我下楼吃饭，他提着给小三买的5万块的包，拉着小三一遍遍从我面前经过，面露讥讽：你跪下绕这个厅爬3圈，喊声宋哥，我错了，我就收你回宋家当保洁，怎么样？我当着他的面收了个快递 LV 新款包包，翻了个白眼回房间，不顾宋建国铁青的脸，他卯足了劲要我不痛快，晚上就截图给我看，自己给网红刷榜的流水，一夜刷了将近20万。我回复他搂爆了，将网上找的真正富二代的生活视频给他看。第二天，他的朋友圈就开始营业富家子弟的生活。他辞掉了工作，整天泡在桑拿、高尔夫球馆、冲浪馆里，天天带小三逛奢侈品店。他就跟记日记似的，一笔不落，都发给我看。我开始期待，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宋建国存款挥霍完，迟迟收不到拆迁款时脸上精彩的表情。我爸也看到了宋建国的朋友圈，一直打电话催我回家。我本以为面对我的会是责骂，可我爸只是目光湿润地看着我，良久将我揽入怀中，拍拍我的肩膀：你受苦了，回来就好。我靠在爸爸肩膀落泪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家人都是我最坚实的港湾。我开始在家过上幸福生活，爸爸妈妈连简单的叠衣服都不肯让我做，硬是要我好好休息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个多月。宋建国始终没有停下他的作死之旅，还在不停地挑衅我。我越冷淡，他越是跳脚。终于在我的期待中，拆迁款到了，足足有500万，还带了一套市中心的房子。爸爸妈妈坐在餐桌上，一脸慈爱：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，这些钱和房子都是你的，希望他们能成为你傍身的勇气。我感动落泪，连夜开始制定各种旅游出行计划。我要带家人们好好游玩一番，先是丽江，后是敦煌，再去大理。中途宋建国开始因为拆迁款迟迟不到账暴躁起来，发来的消息也变得咄咄逼人。我不予理会。为了记录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刻，我拍了很多的抖音短视频。蓝天白云下，是我灿烂的笑颜，再也不见之前垂头丧气的黄脸婆形象。我宛若新生，朋友们纷纷留言：哇塞，这是柳青萍吗？这不是我的亲亲女神吗？求个小姐姐联系方式，
我也好想去旅游啊！万恶的资本家！我此时正在大理的民宿中，看到朋友耍宝的评论，笑弯了腰。突然一条弹幕弹了出来，赫然是宋建国。好啊，几个月不见你就抱上狗男人的大腿了，够有种的，离了男人活不了是吧？如今宋建国的狗叫已经影响不了我了，我就好心将真相告诉他吧。旧房拆迁，天降巨款，老娘独美。宋建国的电话弹窗马上在我的手机页面疯狂抖动，我边涂指甲油边接听，那头传来咆哮声：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你家拆迁？还有婆婆在旁边不屑的声音：柳青萍，你骗人也要说点实际的呀！我吹吹指甲，大红色衬得我的手更加白嫩。你忘了吗？我爸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听起来一模一样呀！蠢货！宋建国崩溃大喊，传来吃痛的闷哼。小三尖酸刻薄的声音传来：合着拆迁的不是你家，亏老娘演戏演得那么卖力，东西小得不得了，还天天秀。电话那头混乱一片，有小三的咒骂，宋建国的崩溃声，还有婆婆的鬼哭狼嚎。我满意的欣赏着这场闹剧，终于婆婆大叫一声倒地，我听到那声巨响，可真是痛快得很。宋建国慌了：妈，你怎么了？娇娇，快送咱妈去医院啊！小三咬牙切齿：那是你吗？电话那头又传来砸门声和两人摔碗的对峙。婆婆虚弱道：救我！蜻蜓。背景还伴随着救护车的声音，我毫不犹豫挂断电话。本以为这场闹剧就此落下帷幕，没想到这一家人厚颜无耻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。我们旅行结束，回到家休整，准备添置新房的家具，门口突然传来咒骂：我让你不珍惜清贫，糟糠之妻不可弃。我是白教你了，你读的书都忘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还传来男人挨打的刻意大叫。我勾勾嘴角，打开房门，这家人又来演戏了。宋建国裸着上身，背着几根树枝跪在门口，前婆婆陈美娜手上拿着细长的枝条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每骂一下就扬手往宋建国身上抽去。可宋建国身上一条粉痕都没有，做戏都舍不得做全套。邻居听到动静，纷纷探出头来，小声嘀咕着。陈美娜看到我出来，一脸谄媚着靠近：儿媳呀，妈来接你回家。我冷笑：孩子大了，你知道奶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您儿媳不是在家吗？我可担不起。宋建国愤然就要起身，陈美娜一看我的脸色，抬脚又把宋建国踹回去。那个贱女人一听没拆迁款就跑了。蜻蜓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求你再信我一次，我会待你好的。宋建国希冀地望着我，陈美娜也紧张地搓手，我反手就想将门关上，砰的一声夹住了宋建国的脚，他疼得原地打转。陈美娜赶紧将枝条塞进我手里：儿媳呀，你狠狠地打，今我给你做主出气。呵，以为我不知道这俩人打什么主意吗？专门挑休息日来，不就是觉得人多能逼我就范吗？我掂了掂纸条，抬手狠狠地往宋建国身上抽去。宋建国呀的一声惨叫，陈美娜急得团团转，差点想过来抢。她还撑起来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：蜻蜓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对不住蜻蜓。说完狠狠抬手往脸上抽去，脸上瞬间多了红手印，可把陈美娜心疼坏了，眼神里都带上几分怨怼。我不顾众人议论纷纷，转身进了房门，房门重重地砸在了宋建国想要跟进来的脸上。陈美娜还在门外叫嚣着：你别给脸不要脸，给我等着，下午我就知道了。这个等着是在等什么？
午休时，我被一阵嘈杂刺耳的音响声吵醒，往天台一看，陈美娜和宋建国在楼下拉了横幅。宋建国负责诉苦，陈美娜负责落泪，拿着话筒逢人就诉苦。1.8米大高个的男的，坚强不哭的样子，打动许多人围观。我和32号楼709的柳青萍校园恋爱到现在已经整整8年了。之前他闹离婚，我以为是我让他太失望，我成全他，原来他是房子要拆迁了，嫌我碍了他的眼，我真是命苦啊。他不上班，我养他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他竟然为了不给我分钱就设计离婚，多黑的心！可我竟然还这么爱他，底下的人越围越多，不少人已经往我家阳台看过来，发现我的声音光明正大的指指点点。我一路下楼，左邻右舍的眼神都带着几分意味不明。这就是那个有钱就不要老公的人吧？好不要脸啊！听说他之前没上班，都是老公养的，他怎么敢的呀？真的是拆迁款吗？不会是被野男人包养了才踹的原老公吧？天哪，我不想和这种人住一起，能不能让物业赶走？议论的尺度越来越大。陈美娜看到我来，蹬腿跳起来，抢过话筒，恶毒的手指对到我眼前，将众人的目光都引到我身上。你们看，良心被狗吃的女人来了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们老宋家哪里对不住你？说着说着，陈美娜就开始抹泪。她特意没有带上她的名牌，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我偷偷将辣椒藏在袖口，往眼睛下一熏，眼泪马上大颗大颗的掉下来，眼眶通红。我浑身颤抖，声音嘶哑：“你们非得逼得我去死吗？”众人不明所以时，我掏出下楼前用彩印机彩印的照片，一张张发给围观的人，表情凄凉。这就是深爱我的老公。我出门买个菜，他竟然带小三回家。我赌气去住酒店，我以为他是来挽回我的，可他只是去睡另一个女人的。众人传递着照片，将画面里男人的脸对照着宋建国的脸，面露鄙夷。偷腥偷到婚床上还好意思要钱，多大的脸呀！就是，这要是我老公，我早一剪子下去了。宋建国不记得了，我们之前想养猫，在家装过监控，我早早就调了视频保存好。在酒店遇见他的时候，我也偷偷拍照留证据，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刻。更有甚者，掏出手机对准宋建国的脸，啧啧称奇。陈美娜看势头不对了起来，一把抢过旁边人的照片，脸从黑变白再变黑。她跳起来，一巴掌盖在宋建国身上，面目扭曲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还在捂着脸装柔弱，宋建国大步想冲过来，拉下我的手。众人围挡在我面前，无形中护住了我。我从指缝中向宋建国扬起一抹笑，用口语无声地道：“蠢！”他挥着拳头就要冲来，围观大哥及时拦住，用力将宋建国往地上一推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出轨就算了，还敢打女人！有位老奶更是深深地吐了口老痰到宋建国身上，众人大呼做得好。宋建国一看风平扭转，大家都站在我这边，他立马躺在地上不起来了，开始嚎啕大哭。你们都不知道我心里苦啊！我也很爱我老婆，可是，大哥见他支支吾吾，不耐烦的又抬起脚踹向宋建国。大老爷们，别娘们唧唧的！宋建国偷瞄了我一眼，眼神带上几分得意，马上又垮下脸。我可是我们宋家3代单传的男人啊！你们也知道这种单传的家族留后是多么重要的事。这下连大哥都抹撒着下巴点头。好事者催他继续说。宋建国抹一把泪，他不能生孩子，
我只是为了给我宋家留后而已。她自己是个下不了蛋的母鸡，还不愿意大度点体谅我的难处。我都发誓我爱的是她了，这不是存心要我宋家绝后吗？好大一顶帽子从天而降。陈美娜也反应过来了，她冲上来撞开人群，就开始质问大哥，满脸鼻涕眼泪混在一起。我们只想给家里留个后而已，又不是不要他，我们有什么错？你们不会将心比心吗？也是心疼他以后没人养老呀。大哥摸摸脑袋不说话，人群中默默传出：是啊，这绝了后以后老了咋整？自己也要人送终的呀。大妹子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。依我看，小两口和和气气，啥好日子不能过，非要闹成这样，一股小家子气。众人又开始改口，指责起我的不是来。我真不能理解，怕绝后就在外面到处给女人一个家，到处播种，这是什么思想？就算真的是我不能生，你想要孩子，大家提出来，好聚好散不行吗？这还能成为婚内嫖娼的借口了？陈美娜一看大家又开始向着他们，得意的上前就要来抓我的手。你看，现在知道错了吧？你好好跟我们回去，我相信建国不会和你计较的，以后你们就和娇娇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还想让我和小三共侍一夫，疯了吗？新中国成立不是不允许动物成精了吗？怎么还能见到猪妖？贪得无厌，既要又要。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呢，无非就是这阵子宋建国挥霍无度，把家底掏空了，惦记我那点拆迁款呢。我正想开骂，旁边伸出一只手按住我，一看是刚才那位老奶，她袖子一撩，提起拐杖就往宋建国身上抽去，唾沫喷了宋建国一脸。老奶，我吃这么多年盐巴都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几个菜呢，还想学皇帝享其人之福。宋建国还在叫苦连天，你不能质疑我对他的爱，是他对我的爱太不坚定了。老奶还想再抽，我感激的笑笑，将他拦下。我走到人群中央，点开一段录音。柳小姐，你们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您的报告很健康，可以放心。但您的先生，很抱歉，他有不孕之症。宋建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。你个婊子，唬谁呢？我强得很。陈美娜尖叫一声，扑过来想抢手机，我灵活一扭，她瞬间扑到地上，摔个狗吃屎。我继续播放下一条，语音中我还隐隐有些抽泣。医生，他一点救治的希望都没有吗？柳小姐，实在抱歉。语音结束，宋建国一脸不敢相信。大哥啧啧道：合着不能生的是你呀？小姑娘仗义，知道你不能生还给你留面子，跟你过日子，你倒好。宋建国梗着脖子涨红了脸，不可能，你为了污蔑我还招人假扮医生，我明明强得很。我嗤笑一声，视线在他下半身打转，在宋建国破防的眼神中摇摇头，随手从包里掏出我复印了几十份宋建国的体检报告，往天空一撒，所有人都看到白纸黑字：患者姓名宋建国，患者症状不孕不育。宋建国也抢到一张，看到证据彻底失了力气，软倒在地。陈美娜面色扭曲，你就是存心让我们出丑，白瞎我们娘俩对你这么好。我被陈美娜的厚颜无耻逗乐了。你对我好就是把我当保姆，让我给你把屎把尿，用我的嫁妆给宋建国养小三。我俯身看着宋建国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怎么还想不通娇娇肚子里的好大儿是谁的？宋建国砰的一下起身，不顾陈美娜在身后又叫又喊，就没了身影。看来接下来又有好戏看了。
众人散去，我浑身舒畅。回到家里，我妈刚回来，拉着我看手机。这是你小姨邻居的儿子，高材生呢，长得也帅，跟个模特似的。信妈一回，你去看看。看着我妈操心的样和爸爸期待的眼神，我笑着点头答应。第二天出现在街角咖啡店里，男人名叫何繁星，很好听的名字，很出众的外形，非常有礼貌地帮我拉开椅子，还准备了见面礼。笑着攀谈时，咖啡店外一阵嘈杂吸引了我的目光，赫然是阴魂不散的宋建国，还有那位小三娇娇。娇娇正从一辆豪车上下来，一身名牌，依偎在大腹便便的男人身边媚笑。宋建国冲上去一拳打在了男人脸上，男人没有防备倒地。娇娇尖叫一声，推开宋建国，护住男人。你干什么？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宋建国不怒反笑，你也知道是法治社会，你敢让老子当接盘侠？娇娇面色有些虚，说话底气也不足了起来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宋建国是真被刺激到了。从前他为了面子，也不会在外人面前对我大声，但现在他一把拽过娇娇的头发，目眦欲裂。老子到底能不能生孩子？你说呀，肚子里到底是不是我的种？地上的男人刚起身，一听到宋建国说娇娇肚子里有孩子，二话不说就吐了口水，咒骂晦气，上车走了。娇娇见刚掉的男人被宋建国毁了，也不管不顾的放声：你他妈的能不能生你不知道吗？裤子脱了都没人说你是暴露狂，压根就没有。提什么暴露？你知不知道老娘每次配合你有多累？连金针菇都比不上。宋建国脸色越来越沉，甩手就将娇娇丢到地上，抬起脚狠狠踹去。娇娇也不甘示弱，弹起来反抓宋建国的头发。围观的人都开始录像偷笑。我的手机突然震动，弹出新闻：某街头一男一女当众大打出手，还上了热搜。很快，警察赶到，将两人拉开，进行批评教育时，宋建国不屑地扭头，却正好和咖啡店里在约会的我来了个对视。我勾唇一笑，宋建国发了狂似的挣脱警察，横冲直撞地冲进了咖啡店，抢过服务员切割蛋糕的银刀，高举手朝我恶狠狠地扑来。去死吧！我顿时慌了手脚，耳边却传来一阵倒地声。何繁星眼疾手快起身，一脚踹向宋建国，护在我身前。看着宋建国被警察铐上手铐的身影，又看着何繁星紧张的神色，我突然庆幸我认清了宋建国的嘴脸。几个月后，我和何繁星见了家长，他给了我当初宋建国没给的恋爱体验，还有平等和尊重。我决定再勇敢一次。我们结婚后，小区里又传起了流言，说我是个不能下蛋的母鸡，说我善妒，不是个好媳妇的人选。用脚趾头想我都知道是谁的手笔。我和何繁星统统选择忽视，毕竟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应该由造谣的人提出证据证明我真的不行，而不是我自证。几个月后，我们拥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宝宝，取名为何婉月，希望她能够像一弯婉月，温柔又坚定地做自己。婉月出生后，小区里的流言终于消停了下来，我们一家迎来了童话故事书里的美好结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